慢点开，前面有车，看着点。哎呀，别叨叨。慢点，慢点，有人！哎呀，哎呀，那碰驾驶员吗？别叨叨，烦不烦你？行，我不叨叨啊。行，你爱咋开咋开，我不管了，行了吧？再叨叨，我是你孙子。哎呦我！左转，右转，哪个行啊？开车本来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，尤其是长途自驾，打开音乐，握着方向盘，车子在公路上稳稳地往前走，窗外的风景一路流动，心里还想着今晚吃什么烧烤。可这一切的美好前提是副驾驶位置安静，如果副驾驶安静，那就是旅行；如果副驾驶唠叨，那就是渡劫。有人说，副驾驶的位置天生就是用来打破司机的幻想的。你以为自己是秋名山车神，结果副驾驶一句慢点慢点，瞬间把你从头文字 D 的氛围拉回了菜市场的早高峰。副驾驶的唠叨有很多种流派，有的像教练，有的像导航，有的像交警，还有的像丈母娘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会让司机陷入深深的怀疑，方向盘到底在谁手里？最常见的就是驾校教练型副驾驶，明明你早就拿了驾照，还开了10几年车，可在他眼里，你依然是个刚会挂一档的新手。油门不要踩那么深，刹车提前点踩，打方向盘，打，你这打得太晚了。你要是不理会，他还能气得一拍大腿。哎呀，这要是在科2早挂了。有司机调侃说自己开车时压力最大的一刻，不是遇到交警查车，而是副驾驶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我来教你怎么开吧。”那一瞬间，心里的委屈堪比科目2倒车入库压线。车在导航有时会犯错，走的路未必是最近的，可副驾驶自带灵魂导航系统，精确到每一个路口。导航说前方路口右转，副驾驶说别听他的，直走更快。导航说200米后进入匝道，副驾驶说这条路我守，走小路，别上匝道。最后结果往往是你在导航和副驾驶的双重指挥下，开着车在原地打转，好像在给全程的摄像头做车辆展示。而且副驾驶的导航功能还有个独特之处，不支持静音，你可以关掉手机导航，但关不掉副驾驶的嘴。这种副驾驶的核心能力是随时监督你的一举一动。你开快了，他说超速危险；你开慢了，他嫌你耽误事；你变道，他提醒你注意安全；你不变道，他说你这样开要堵死。红灯时他会喊刹车刹车刹车，绿灯时他会喊快走快走快走，黄灯时他还能给你补一句别闯啊，罚200扣6分呢。久而久之，你甚至觉得自己副驾驶不做人，而是做了一台移动式电子眼。如果说教练流和交警流是技术型，那么丈母娘流就是情绪型。车速快了，他能数落你1个小时；车速慢了，他能抱怨一整段路。雨刷器开快了嫌吵，开慢了嫌糊；空调温度调低了嫌冷，调高了嫌热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类副驾驶还能牵扯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你看你开车这么急，难怪脾气暴躁。你老是走这条路，省下来的油钱都不够你修车的。你这样不注意细节，工作上是不是也这样啊？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开车，硬是被升华成了一次人生批斗大会。为什么副驾驶总是喜欢指挥呢？有心理学家分析过，副驾驶因为没有控制权，心里会产生焦虑，于是通过语言来掌控安全感。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们缓解紧张的方式。可问题是，他们缓解了焦虑，却把压力全都甩给了司机。司机开车的时候心率飙升，手心冒汗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重新考驾照。其实很多司机心里都有一句话：你既然这么专业，要不咱换个座位。可这话只能想想，真说出来估计副驾驶能把你骂到熄火。于是司机们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，没关系，副驾驶就是车载背景音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副驾驶唠叨都让人难受，有时候那份唠叨其实是一种关心。前面小心点，别太快，累了就休息会儿，别硬撑，注意别看手机，安全第一。虽然听起来还是絮叨，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也是他们在用声音帮你守护安全。当你有个唠叨的副驾驶，开车就像参加综艺节目，一路唠叨有你，你既是参赛选手，又是观众，还得当节目组的后期剪辑师，开完全程精神消耗比跑高速还大。有人打趣说，如果副驾驶的唠叨能转化成新能源，新能源车就能实现无限续航了。所以下次开车前别忘了检查油够不够，胎压正常不正常，还有副驾驶的嘴准备好没？又开始了，这没完了吗？你，哎呀，我。